各位朋友，大家好。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孟子也曾经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家族能够长盛不衰。但是这话如果让琅琊王氏的人听了去，他们肯定会嗤之以鼻。说起来呀，也无怪乎琅琊王氏的人如此的高傲。确实，在魏晋南北朝这300多年间，琅琊王氏可以说是长盛不衰，一直是处于高位，甚至是到了唐朝仍然出过4位宰相。在中国历史中啊，有曾经比琅琊王氏的地位高的，但是呢，没有他持续的时间这么长；也有比琅琊王氏持续的时间这么长的，但是呢，没有他一直处于高位。所以称琅琊王氏为华夏第一望族，实不为过。那么琅琊王氏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啊就归结于琅琊王氏中奉行的孝悌之道，因为他们的家族中出过像王祥这样的孝圣，也出过像王祥的同父异母弟王览这样的所谓悌圣。王览呢曾经多次去抢着吃他的生母为王祥预备的下了毒的食物，这也就是王览争阵这个典故的由来。有了像王祥这样的孝子和王览这样的好兄弟，所以琅琊王氏才能够长盛不衰。其实啊，这个说法呢，我是觉得有点冠冕堂皇。强调孝悌确实可以保证家庭内部的和睦，但也仅此而已。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家族的兴盛和长久，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呢，大家都知道是朝代更替异常的频繁，可以说是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中，如果你仅靠着家族的和睦就能够长盛不衰，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强调孝悌，强调家庭和睦，是很多名门望族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名门望族都纷纷的衰落，而只有琅琊王氏能够长盛不衰，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呢？琅琊王氏一定有他独特的取胜法宝。北宋的大思想家张载曾经用了4句话来概括儒家人士的使命，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就是有名的横渠4句。那么琅琊王氏作为儒学大家，他们是不是就是因为贯彻了这4句话而长久不衰的呢？很可惜，您可能想多了，实际上可能是正好相反。琅琊王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恰好就是因为他们坚持着一切以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世世代代的琅琊王氏子孙都秉承着这一原则，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位帝王，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家族。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风向，随时见风使舵，有机会就去攫取高位，没有机会就低调蛰伏。这才是琅琊王氏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大家可能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灰色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要说琅琊王氏这个生存法则的出处，我们还是要从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位喜欢卧冰求鲤、那位冰雪运动的极限运动爱好者王祥开始说起。王祥自从孝明远播以后呢，他就出来做官了。最开始呢，他在徐州做别驾，别驾呢相当于副刺史这个职位，很有权力。王祥干的也算是不错。后来慢慢的呢，官越做越大，官位呢也从地方到了中央，最后进入了权力中枢。王祥曾经担任帝师，所谓帝师，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老师。而当时的皇帝呢，正是曹魏政权的第4位皇帝曹髦。曹髦那时候虽然只有14岁，但是呢，已经显示出了一代帝王的风采。当时的司马师曾经问手下的毛氏，问对曹髦的印象如何。这位手下的毛氏对曹髦的评价很高，说他才同陈思，五类太祖。陈思指的就是曹植，太祖指的就是曹操。当时是司马氏专权，曹髦有力也使不出。后来看到司马氏的权力越来越大，曹髦也是忍无可忍。有一天，他就对他的3个心腹大臣王审、王业、王经跟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我当出自击之。
他要发动兵变，杀了当时掌权的司马师。但是没想到啊，这3位王姓大臣中的2位，王审跟王业，却抢先向司马昭去告了密。所以当曹髦带着他的随身侍卫和太监们这么100多个人在杀向司马府的途中，就被早就准备好的由贾充率领的司马家的部队在街上截住了。当时双方就展开了激战，曹髦也是左冲右杀，是所向披靡。其实倒不是说这个只有14岁的孩子有多能打，主要是因为他毕竟是天子，是皇帝，司马家的部队谁也不敢真的向他动手。后来眼看着司马家的士兵堪堪不敌的时候，当时一起领军的副将程济就问贾充应该怎么办。贾充就对陈济说我们平时养你们这些畜生是做什么用的呢？难道不就是为了这时候报效主人吗？程济一听这话，说我明白了，转头就向着曹髦咬了过去，不是向曹髦冲了过去。曹髦怎么可能是程济的对手？程济一枪就把曹髦刺了个洞穿，当场毙命。有人说呀，曹髦此举太幼稚，太冲动。其实如果他能够安分守己，即使将来把皇位禅让给司马一族，他也能够保证自己富贵终生。因为至少那时候尼古拉斯沙皇刘裕还没有出生，一个禅让帝位的皇帝不至于被杀死。但是在曹髦的心中，与其苟且突生，不如高贵赴死。在这一点上，他赢得了作为一个帝王的尊严，同时也应该赢得后人的尊重。毕竟是在当街杀死了天子，所以呢，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当时的大臣陈泰就建议司马昭让贾充出来顶罪，但是当时的司马昭呢，还有点舍不得这个贾充。说起这贾充啊，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是不是又要跑题了？这回不是，这回啊，咱们增加一个有趣的环节，叫课堂提问，看看以前我讲的那些内容啊，大家是否能记得住。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贾充和我以前讲的哪位历史人物有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大家现在就可以想想，答案呢，我会在本期内容结束之前跟大家公布。所以舍不得贾充，就只有抛出了那个程济。程济当时是大呼冤枉，跑到了大殿顶上大骂司马昭不仗义。但是这时候为时已晚，程济被诛，同时祸及3族。其实程济死的一点也不冤，他当街杀死天子，还想借此来谋求富贵，他这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脑袋长在他的脖子上，是不是只是为了显得个子高一点？咱们现在再来说说这位王祥，作为曹髦的老师，他这时候处境堪忧啊。如果司马师追究这件事情幕后的主使，谁鼓动曹髦造反的，那么有可能会追究到他的老师王祥身上。但是王祥毕竟是王祥，演技可不是一天练成的。当时王祥是扶棺大哭，哀悼曹髦。那个时候司马氏势大，周围的大臣对曹髦之死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这时候王祥却站出为曹髦大哭，周围的大臣们不由得向王祥投去了敬佩的目光。但是很快他们就知道他们瞎了眼了。王祥的哭是很有内容的，他大声的哭诉道，都是老臣的错，没有把皇帝教育好，让皇帝做了如此的错事。他这么一哭就表明了2个意思：第一，曹髦这件事情是做错了；第二，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我王祥，而不是司马家。旁边的司马昭是闻弦歌而知雅意，马上就明白了，知道王祥这是在向自己表态了，那就好办了。于是史书记载，卿之拜司空，转太尉，加侍中。王祥一跃成为太尉，位列3公。这一切王祥甚至都不需要等到眼泪干，就坦然地受之。这还不算完，又过了几年，司马炎废掉了魏帝曹奂，自立为帝，这一次是真正的改朝换代。王祥也是选择了坦然接受他的新的伟人状，拜太保，进爵为公。王祥就这样摇身一变，从曹魏的大臣变成了晋朝的大臣。王祥的这2次表现啊，完全背离了他所标榜的什么忠孝节义，也为后世的很多学者诟病。明末有个学者曾经这样批评王祥，说他于晋魏篡世之际，唯唯无所短长。近代学者卢弼也曾经评论王祥，说关祥之所为忠，与其先前弑后母之所为孝，一生都是假。
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后世的评说，当年的王祥当然不必在意，他更在意的是他家族的传承。王祥活到了80多岁，在他去世之前，他告诉他的族人们一定要记住，一切要以家族的利益为重，其他的都无所谓。王祥的这一行为准则，也为他今后的子孙、今后琅琊王氏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基调。继王祥之后，琅琊王氏又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就叫王衍。王衍是少年得志，本人又是一表人才，精通玄学，是当时清谈界的大 V。而且呀，此人还开挂了另外一项技能，就是他在讲述玄学的时候呢，如果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等逻辑错误，他可以随口就进行更改，而且是不留痕迹，可以说是满嘴跑火车，还现搭火车道。后来很多明白过来的人们就嘲讽他，说他信口雌黄。所谓雌黄呢，就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用的橡皮或者涂改液。古人呢是把雌黄涂到那个写错的字上，然后在上面进行修改。王祥曾经去拜访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涛当时是任吏部尚书之职。王衍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一番以后，阅人无数的山涛望着王翦远去的背影，喃喃道：将来祸国殃民的一定是这个人呐。这句话可谓是一语成谶。王衍后来结了婚，他的夫人呢姓郭，是当时的皇后贾南风的亲戚。大家知道贾南风的母亲就姓郭，这位郭氏夫人呢非常的贪财，而王衍啊作为当时的名士，对金钱呢是不屑一顾，甚至连钱这个字他都从来不提。后来郭氏夫人呢也觉得王衍啊太有点装 A 和 C 之间的那个字母了，于是有一天呢，趁着王衍熟睡的时候呢，他就让那些仆人们在王衍的被子上啊、床榻的四周啊都撒满了铜钱，就是为了让他醒来后没法走路，看看他到底提不提这个钱字。等王衍醒来以后，发现自己都下不了床，但是呢，他也绝口不提钱这个字。那怎么办呢？他就对那些奴婢们喊说：快把这些阿堵物都给我通通挪开。从此以后，阿堵物这3个字就成了钱的别称。这也是出自于王衍，这个人实在是真能装。王衍有3个女儿，他为他的3个女儿也早早做好了规划。一个女儿嫁给了贾南风的内侄，一个女儿嫁给了裴氏子弟。当时的裴氏也是一个名门望族，而当时权势正盛的东海王司马越的夫人也是出身于裴氏。第3个女儿王惠丰嫁给了当时晋惠帝司马衷的太子司马昱。王衍的这番布局啊，很像咱们以前讲的燕云台中萧思温对萧家3个女儿的布局。后来太子司马昱被贾南风陷害，就被囚禁了起来。这时候的王衍忙不迭的就让他的女儿王惠丰与太子离婚。王惠丰并不愿意，最后是迫于无奈，哭着离开了太子府。后来在永嘉之乱中，王惠丰被前赵的大将刘耀所擒。说起这刘耀啊，就引出了咱们今天的第2个课堂提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刘耀又是谁？他和以前我讲过的哪个历史人物有关系？答案呢，我还会是在本期视频结束之前跟大家公布。当时刘耀就把王惠丰赏给了手下的部将乔蜀，乔蜀当时就想强暴王惠丰，王惠丰拔出剑并怒斥他们说：我乃是国公之女，太子之妃，可杀而不可辱。最后王惠丰被乔蜀杀害，后被追谥为真定妃，晋书也将她编入了《列女传》。女儿都如此有气节，那么作为父亲的王衍表现又是怎么样呢？这时候的王衍已经依附了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面对着当时前赵刘渊的威胁，司马越就向王衍问计，看看应该怎么办。王衍呢就为司马越布局，说是为司马越，其实为的还是他们琅琊王氏。他把他的族中的兄弟王成和王敦分别安排在了荆州和青州，又让他另外一个兄弟王导辅佐司马睿，迁到了南方的邺城，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完成这一切布局以后，王衍呢还沾沾自喜地对几位族中兄弟说：我这叫狡兔3窟。当时朝中的大臣知道王衍如此布局以后，对他是深为不屑。后来东海王司马越病故，
王衍被逼无奈地挑上了领军的责任。当时他虽身为太尉，但是呢毫无领兵的才能，和石勒的大军交锋，一战即溃，而且王衍本人也被石勒所俘获。石勒也就是后来后赵的开国皇帝，当时的石勒还只是刘渊手下的大将。石勒对王衍的大名是仰慕已久啊，像石勒这种出身的人是很难有机会和王衍这样的名士交流的。所以呢，在最初的几天，石勒对王衍是非常的尊敬，也经常找机会和王衍深聊，希望能够从中有所收益。可是后来聊着聊着呀，石勒就觉得王衍这个人呢，挺不是东西。特别是当石勒问王衍西晋灭亡的原因的时候，王衍呢却是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反复强调罪不在己，说我只是一个清谈家，是研究玄学的，对这些功名富贵本来就不感兴趣，所以亡国的责任不在于我。而且他还劝石勒说你应该早点称帝，我可以帮助你。石勒是越听越生气，就怒斥王衍道，说你们家世代公卿，你又少壮登朝，身居高位，你怎么能说你们王朝的覆灭你没有责任呢？你现在劝我称帝也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你这样的人实在是无耻之极。盛怒之下，石勒就把王衍关进了一个小屋里，到了晚间就让士兵把四周的墙壁推翻，是连杀带埋，一条龙服务，就把这个王衍杀掉了。王衍虽然死了，但是他那个狡兔三窟的布局对琅琊王氏日后的发展和强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让自己的族弟王导辅佐司马睿在健康布局这一步棋，为琅琊王氏的后来在东晋时代的强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现在再来说说这位王导。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实际上指的就是当时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和他的族兄王敦。所谓琅琊王氏琅琊是指的当时山东临沂，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青岛市和日照市的这个地方。琅琊作为琅琊王氏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司马睿的封国，所以司马睿从小就和王导认识。王导大司马睿9岁，而且呢是多有智谋，司马睿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后来西晋灭亡以后，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当时朝中的权力呢大部为王家子弟掌控，王导作为宰相掌控中枢，而王敦作为大将军驻外掌握兵权。兄弟二人可谓是内外呼应，权势熏天。客观的说如果没有王导和王敦的帮助，司马睿也不可能在建康称帝。所以司马睿也非常明白，在登基大典的时候呢，司马睿非要拉着王导和他一起共坐御座。王导是坚持不受，说陛下您就像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就是地上的草芥，陛下您要是下来和我们在一起，那让我们该怎么办后来经过一段蜜月期以后，司马睿呢就想多少加强一些皇权，这样就激怒了手中握有重兵的王敦，于是就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就领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向建康进发，当时的形势呢是非常的危急，朝中就有大臣向司马睿建议杀了王导的全家。这时候王导呢就带着全族100多个人，每天都跪在宫墙之外，请求皇帝能够赦免他们家族的罪。但是司马睿呢一直是拒绝接见。跪在外面的王导突然看见了他的好友，也是当时朝中的大臣周乙，正要进宫觐见司马睿，于是王导就求周乙帮忙，让他能够说服皇帝免去他们家族的罪。但是面对王导的苦苦哀求，周乙是一言不发，甚至是头也不回的就走进了皇宫。可是没想到周乙见到了司马睿以后，却是一个劲儿的为王导求情。司马睿当时是非常的信任周乙，最后呢就答应了周乙的恳求，饶了王导一家人的性命。周乙这个人呢酷爱喝酒，聊完正事以后呢，又跟皇帝喝了一顿酒以后，醉醺醺的走出了宫门，又碰见了还在那里等候的王导。王导就赶紧过来问周乙说事情怎么样了，皇帝有没有答应。周乙对王导却是理都不理，而且还跟旁边的大臣说今天就杀了那个贼子，将来我也换一个大官当当。
说罢是扬长而去。所以当时王导就断定周仪肯定没有为他说好话。后来王敦攻入了建康城，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权力以后，就和他的族兄王导商量，说像周仪这样的人德高望重，我们让他做一个三公好不好？王导没有说话。王敦又问说，如果不做三公的话，也至少给他一个仆业做做吧。王导仍旧不语。最后王敦就有点急了，说你既然不想用他，那咱们就把他杀了吧。王导依然是一言不发。于是王敦就杀死了周仪。周仪死以后，王导从内史所记录的资料中才发现，当时周仪是为了他说了好话，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全族人的性命。这时候王导不由得慨叹了一句，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伯仁就是周仪的字。从这件事情上，一方面呢，可以看出周仪这个人呢，确实是情商堪忧，而王导这人心胸也很狭窄，对朋友也很不义。王敦造反是灭族之罪，所以皇帝如果杀王导的话，完全是合理合法。这王导让周仪为他求情，实际上这很可能把周仪也牵连进去。毕竟朝中上下都知道王导和周仪的关系匪浅，这样如果皇帝认为周仪也是王导的同党的话，那么周仪也是罪责难逃。所以周仪为王导求情是出于对朋友的义气，他不求情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王导却以为周仪没有为他求情，并以此为理由默许王敦杀了周仪。说起这周仪啊，也很有意思。有一次啊，他和王导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以后，王导就把头枕在了周仪的大腿上，指着周仪的肚子说：“此中有何物啊？”周仪呢就拍着自己的肚子说：“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也。”就是说我这肚子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像您这号人物，我装上几百人没问题。这就是空洞无物这个成语的出处。当时是没有像常重清这样的杀虫药，如果有的话，琅琊王氏可能就没有日后的辉煌了。还有一次啊，朝中有位大臣当面夸奖周仪，说他的行为举止像极了以前的一位名臣。当时周易呢就回答了一句，说您这样说可就是刻画无言，唐突西施了。这句话呢后来也成了一句成语，意思呢就是把丑的说成美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周易不光是一代名士，而且还是一个成语的批发商，很多的成语都是出自于他。刚才提到的刻画无言，唐突西施，西施大家都知道是谁，无言指的又是谁呢？无言呢，实际上指的是钟无艳，是中国古代所谓的四大丑女之一。那么这四大丑女都有谁呢？咱们现在呢就轻松一下，跟大家聊聊这四大丑女。先说这个钟无艳。钟无艳很丑，她究竟有多丑呢？我就不好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西汉刘向编的《战国策》，对她的相貌有非常具体的描写。钟无艳是出身寒微，长相又丑，所以呢都40岁了还没有人娶她。钟无艳呢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自己年岁大了也该嫁人了，但是自己这条件呢确实有点拿不出手。这时候呢也只能降低要求，于是呢他决定把自己下嫁。那下嫁给谁呢？钟无艳想呢，我也别再挑三拣四了，我就凑凑合合的把自己下嫁给国君吧。他是齐国人，他想要下嫁的就是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宣王。这个齐宣王又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成语滥竽充数，齐宣王就是那个喜欢听大合奏的那个国王。齐宣王之后的齐闵王就是喜欢听独奏的那个国君，于是就导致那个乐师混不下去了。这个故事呢，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齐宣王知道有一个丑女非要嫁给他，很好奇，所以呢就把这个钟无艳呢叫上来问，实际上呢就是想戏耍一番。但是没想到啊，这个钟无艳哐哐哐的一番话，隶属了齐宣王的种种劣行，说他什么骄奢淫逸啊，大兴土木啊，不理国事啊等等，说的齐宣王是幡然悔悟，于是就把自己的皇后废了，立了这个钟无艳做了自己的新皇后。后来钟无艳辅佐齐宣王，使得齐国慢慢的强盛了起来。四大丑女中还有一位丑女叫嫫母，嫫母呢是皇帝的第4个妃子。
长得是奇丑无比。那么皇帝作为部落酋长，为什么要娶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做妃子呢？这是因为啊，当时部落间呀，因为争抢漂亮女人的争斗啊特别多。皇帝呢，也是为了平息这些争斗，同时呢，也给世人做一个典范，就是要重德不重色，所以就娶了嫫母这么一个非常丑的女人。但是没想到啊，娶了嫫母以后，皇帝发现他这回是找到宝了。嫫母呢很有才干，她治理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呢本人还有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能够驱邪。别人驱邪还需要戴个面具什么的，嫫母呢只需要素颜出镜就完全 OK 了。另外啊，还有一个关于镜子的传说，也跟嫫母很有关系。传说呀，在中国历史上是嫫母最早发明了镜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啊，嫫母去山上采石，大家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皇帝呢真没把嫫母当女人看。在采石的过程中呢，嫫母突然发现了一片闪闪发光的石片，她凑近一看呢，马上就被图片反射出来的景象吓了一跳，说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可怕？后来仔细一看呢，原来是自己。毕竟啊，嫫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照镜子了。在有镜子之前，古人们照镜子呢，都是在一个平静的水面上，对着水面，然后梳妆打扮。嫫母呢，因为长得不好看，所以呢，她不愿意去水面跟别人一起照镜子，所以呢，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照镜子了，也忘记了自己的长相。我怎么会长成这样？这肯定不是我的错，这一定是这个石片呀凹凸不平造成的。于是呢，他就回去把这个石片啊反复的磨，越磨越平，越磨越亮。最后拿这个石片再照一下自己，然后就发现原来不是石片的错。后来他的这个秘密被皇帝发现了，推而广之，就有了镜子。再有一位丑女呢，是东汉期间的孟光。孟光也很丑，但是呢力气很大。她也是了，年龄很大了，还嫁不出去，家人呢也都很担心，四处的为她张罗。但是她却跟家人说你们也不用为我忙活了，我心中已经有了意中人，我要嫁的人是梁鸿。梁鸿是谁呢？梁鸿是当时东汉时的一位名士，据说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富有才学。很多大户人家呀，都争着把女儿许配给梁鸿，梁鸿都没答应。这个孟光这么丑，居然还想嫁给梁鸿，家人都觉得他在痴人说梦。但是呢，这件事情最后传到了梁鸿的耳朵里，梁鸿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决定要娶孟光为妻。后来梁鸿遭受了政治破坏，只好远走他乡，孟光呢就跟他一起流浪。为了生计，梁鸿就给一个富商去打工，天天去给人家去倒米。晚上回家以后，孟光就为他煮好了饭，而且因为太敬重他的夫君了，所以不敢仰视，半弓着身子，把盛有饭菜的盘子举得与眉同高，恭敬地侍候自己的夫君吃饭。这就是举案齐眉这个成语的来历。现在可能大家就明白了梁鸿为什么要娶孟光了。也许他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妻子，他要的不过是一个奴隶。在场的各位男士，如果某一天你下班回来以后，你的妻子这样对待你，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别没底，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后面又憋着什么大招呢？再说一名丑女，她就是东晋时代的阮氏。阮氏呢，嫁给了当时的名士徐允。徐允之前并不知道阮氏很丑，所以呢，在她进入洞房以后，揭开盖头的一刹那间，她就被弹射出去了。阮氏的容貌把徐允吓得是落荒而逃，回来以后就要求离婚，理由很简单，说阮氏不符合三从四德中的一条。阮氏就质问他，我不符合哪一条了？徐允就说，妇有四德，为夫德、夫容、夫严、夫恭。夫容这一条你就不符合，所以我要休了你。阮氏呢也不示弱，说我不过就是长得难看点，但是你也不怎么样。徐允问我有什么问题？阮氏说，百行德为先，你重色不重德，这点你就是不合格。徐允一听是哑口无言，最后呢只能是娶了阮氏为妻。没想到啊，阮氏却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女人，还用她的智慧帮助徐允的全家躲过了一次危机。所以说，婚姻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呢，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徐家的人对此是颇有体会，而琅琊王氏的人也是深谙此道。
在王敦之乱中啊，王导跟王敦两个人的意见就产生了分歧。王导认为王敦如此的嚣张跋扈，就会使王家成为皇权与其他门阀贵族合力打击的对象，这样是不符合王家的最终利益的。但是王敦并不是这样想，所以呢，就有了王敦的第二次作乱。这一次就不是想清君侧了，而是想直接篡位。在这种情况下，王导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自己亲自带兵去征讨王敦。后来王敦病故，王敦的军队也就是树倒猢狲散。王导因为征讨王敦有功，也带领着他的家族顺利地通过了这场政治灾难。这时候王导觉得，如果长时间的把王家放在台前是很危险的，所以呢，他想把王家悄悄地转移到幕后。而这时候桓氏家族的崛起，也使得王导必须要采用这种韬光养晦的策略。王导放弃了兵权，转而想通过利用婚姻的方式来得到军事上的庇护。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让王羲之娶了当时太尉西涧的女儿为妻，和西家的联姻，王氏家族由此得到了军事上的庇护。西涧也确实在几次重要的关头支持王导，使王导及王氏家族在数次政治风波中能够安然度过。王导死了以后，王氏家族的人有一部分是追随着桓温，比如说王询，他就是桓温手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王询以前娶的是谢氏的女子为妻，追随桓温以后，他就和谢氏的女子离婚，转而娶了桓温的女儿。还有一部分王氏子弟就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慢慢的撤了出来，在地方过着那种低调但是潇洒快活的生活。这些人的代表之一就是王羲之。王羲之常年在会稽做官，会稽呢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王羲之在会稽做官，远离了政治中心，他平时也爱呼朋唤友。有一次呢，他就召集了一些相好的文人，在会稽山阴的一个叫兰亭的地方，在那里呢一起赋诗饮酒。这一天呢，这26名文人总共写了37首诗，编了一个诗集，叫《兰亭集》。王羲之亲自为这个诗集作序，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也被认为是书法作品的巅峰之作，被称作行书第一。只是可惜啊，这个真迹早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都是临摹本。有一种说法说，《兰亭集序》的真迹已经同李世民一起长眠于地下了，因为李世民本人就是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忠实的追随者，他生前也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永远的把《兰亭集序》带在身边。王氏子弟不光和西家联姻，也和桓家联姻，同时也和谢家联姻，这些完全都是根据政治需要。后来西涧去世以后，西氏家族的势力日微，而谢氏家族的势力在崛起。所以有一次啊，王羲之的夫人西氏就曾经抱怨，当着王羲之的面和2个前来探访他的西氏子弟的人的面，就说：你们以后就不要来了，你们没看到王家人对你们是什么样的嘴脸吗？他们对谢家的人如此恭敬，对你们呢却如此冷淡，你们以后就不要再来过府探望了。王询和王羲之之后，王家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在第1期视频中曾经提到过的那位王密，就是曾经帮助刘裕还清赌债，又为刘裕做了职业规划的那位刘裕的大恩人王密。王密对刘裕是有恩，但是他在东晋时期的官声却实在是不怎么样。当时桓玄作乱，带着兵马杀向了建康。王密当时是晋安帝所依赖的大臣，还希望他能够带领着兵将防守建康城。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王密呢却大开城门，放桓玄的军队进了建康城。王密还亲手从晋安帝手里拿过西授，把它交给了桓玄。桓玄由此建立了桓楚政权。王密也就有了一个新的不太好听的外号，叫传喜人。后来刘裕打败了桓玄，又拥立晋安帝回到了建康。这时候王密的处境就尴尬了。有的大臣呢还经常讥讽他，问王密说：王大人，你可知西授何在？就是嘲讽当年他把西授给了桓玄。后来王氏子弟中有人犯了罪，王密呢害怕受到株连，而且在朝中过得也很不如意，于是呢他自己就跑了。当时主政的已经是刘裕，刘裕非常感念当年王密对他的帮助，所以呢就派人把王密找了回来，仍旧拜为3公。在东晋王朝的末期以及刘宋王朝建立以后，琅琊王氏的势力又一次到达了高峰。
这一切都得益于王密当年的慧眼识人。王密对刘裕的投资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笔，就好比是前些日子你凑热闹买了一些 GameStop 的股票，到现在已经涨了好几百倍。王密如果穿越到现在，他如果要去华尔街去做风投的话，那我估计那些金融大亨们可能都会被挂在墙上晒干了，做鳄鱼包包了。后来到了刘宋王朝的后期，王氏子弟中的有一位叫王翦的，甚至娶了宋明帝的女儿为妻，成了皇室的驸马，当时在朝中也是很有权势。不过这时候的刘宋王朝，皇权的力量已经越来越薄弱，大将军萧道成已经逐渐了掌握军政大权。这时候离篡夺帝位取代刘宋已经是只隔着一层纸了。萧道成这时候呢，就需要一个人劝进。那么让谁来去做劝进这件事情呢？当时萧道成的最佳人选是谢家子弟中的谢斐。谢斐在朝中德高望重，无疑是最佳的人选。不过谢斐呢，似乎是不屑于做这件事情，一直也没有答应萧道成。王翦呢，就主动找到萧道成，对萧道成说以萧将军的才干，怎能够久居人下？您应该取而代之。如果您需要一个人劝进的话，您应该来找我这可是祖传的手艺。萧道成本来是没有考虑王翦的，因为王翦毕竟是皇帝的驸马，属于皇亲国戚，是外戚，他应该不会背叛刘宋的皇帝。但是没想到王翦却是这样说，所以萧道成在假意推脱之后，也就顺水推舟了。王翦呢，也是穷尽了一生的所学，写了一份退位诏书。这一次又充当了传喜人，把代表最高权力的玉玺又传给了萧道成。在后来的南梁取代南齐，以及南陈取代南梁的过程中，王家子弟都承包了传喜人这个角色。对于王家子弟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的，他们不过是在遵循祖训。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朝代更替以后，很多的世家大族都是人头落地，而王家却是步步高升。即使是南梁末期的侯景之乱，江南的世家大族大部分被诛杀殆尽，但是琅琊王氏中的子弟王克依然可以在侯景的治下做高官。等到陈霸先取代侯景建立南陈以后，王克依然是升官。对于王氏子弟来说，换一个皇帝和换一件外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再到后来，随着隋朝统一天下，琅琊王氏也是无法抵抗这种外力的作用，因为隋唐时期皇权主要依靠的是关陇贵族，以及当年永嘉之乱以后没有过江而留守在北方的那些门阀大族，所以琅琊王氏的势力也就日渐的衰微。但即便如此，唐朝的时候仍然有4位琅琊门氏的子弟做到了宰相。不能不说，这其中琅琊王氏的生存哲学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关于琅琊王氏的历史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呢，我公布一下刚才课堂提问的2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就是贾充是谁？他和以前我们讲到的哪个历史人物有关系？答案是贾充是贾南风的父亲，妻子姓郭名怀。第2个问题就是那个抓住了王惠丰，并想把王惠丰赏赐给他手下部将的那个将军刘耀又是谁？他和我们以前讲到的哪个历史人物有关系？刘耀呢，是汉赵的开国皇帝，和他有关系的我们讲过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一代其后杨宪荣。杨宪荣是刘耀的皇后，刘耀也是杨宪荣在历经坎坷之后的最终归宿。另外再补充一点，刘耀是刘渊的族子，而刘渊又是当年匈奴南贤王刘豹的儿子。刘豹曾经在中原地区掳来了很多女子为奴或者为妾，其中有一位女子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蔡文姬。不知道我这样讲能不能让大家把诸多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看过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内容的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观看我所推荐的视频。如果您看过以上的视频，而且答对了刚才提到的2个问题，我是满心的欢喜。在这隆冬之际，各位算是寒冬送暖流了。如果您没有答对也没关系，我就当您是在培养我的耐寒能力。反正我被凉凉也不是第一次了，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像王翔那样尝试一把冰雪的极限运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